及水塔下方這些細節位置。Hello， 大家！影片開始前，先拜託大家一件事情，請幫我們按個讚、分享。最近頻道的流量啊，受到演算法的一些挑戰，有你們的強力應援，這部影片才能推廣更多人。那我們就來開始今天的影片。嗨，大家好！我們今天來到一個防水維護保養的場所，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。它這個地坪啊，當初他就是自己做防水，他是一個泥作師。然後因為他現在年紀老了，他現在已经沒有辦法自己保養了。今天委託我们來代替他保養。他曾經是做外牆漆的，他樓下沒有漏水，3年到了，他覺得說他應該再做一次防水。今天我來帶大家看一下他現場的狀況。其實他現場的狀況其實還蠻完整的啦，沒有嚴重破壞，也沒有明顯漏水。不過表面還是可以看到一些髒污啊、細微裂縫、舊漆粉化，以及部分的防水漆剝落的情況。像這種細小裂縫啊、粉化掉粉的地方，還有這種防水漆已經剝落的區域，等一下都要先處理掉。這個地方應該就是曾經積過水的地方，到時候也會做一個整理。為什麼還沒漏水就要做保養？因為現在做是花小小的錢，先把風險擋下來。如果等到漏水下去的時候，到時候可能就是要打掉重做防水層，再用泡沫水泥去恢復，那就是花大大的錢了。所以這次不是在處理已經漏水的問題，而是在做預防性的防水。那我們等一下會開始做一些素面整理的狀況。我先用的這是彈性皮，把這個裂縫啊整個劈滿啊，讓它有保有一點彈性。補這個的話，用快乾或是用彈性 P 圖都可以。我覺得用彈性 P 圖比較適合吧，因為彈性 P 圖主要是以亞克力樹脂、彈性樹脂為主要的粘結材料，再加入填料、助劑，所以它有一定的柔韌性與延展性，比較能承受表面的細微裂縫以及日曬造成的熱脹冷縮。它的缺點呢是候補能力較差，乾燥較慢，強度也不如水泥快乾粉，所以比較適合用在細裂縫、把撕裂或表面的修補。快乾粉通常是以水泥、石膏類材料為主，再加入填料與少量添加劑。它的優點呢是硬化快，強度建立快，但缺點是硬化後比較硬，彈性比較低。如果基面後續還有熱脹冷縮或微小震動，就比較容易再次的裂開，適合補大洞、崩角或比較需要硬度的位置。所以這種表面細裂縫啊，我會選擇用彈性 P 圖來修補。現在我的師傅啊，在做這個動作啊，要先把粉化翹起來，已經剝落的舊防水漆啊，一定要先刮掉，不能直接覆蓋上去。因為新塗的防水層啊，如果是附着在已經沒有粘住的舊漆上面，短時間看起來沒有問題，但時間久了，下面那層舊漆還是會脫開，最後就容易造成剝落或膨風。有粘住的幾乎就不要繼續硬刮它了，因為這個會連鎖反應一直撕過去，反而把原本穩定的區域啊也破壞掉。它這個泛水的倒角啊，做得不錯，幾乎都沒有什麼開裂，只有一些比較舊有的防水層剝落而已。所以我才說這個時間點來做保養啊，其實也是最好的，不要等到它全部都開裂啊，到時候補亂七八糟的時候再來。看到落水頭，我們看一下，這個已經砍好了，看起來沒有很大的問題，因為它這個已經包不下去了。所以我們後續會在周邊做圓形加強，把排水口附近的防水保護啊都完整。素面整理完成後，我們會使用吹風機把表面的粉塵、垃圾清理乾淨。好，現在開始要來塗布第一道，這個是我們由外牆漆啊直接來轉底使用的。我們加水稀釋啊，是為了讓它更能附着在原本的防水層上面，因為比較水一點，它會比較滲透進去。接着我們會一道一道的去增加它的厚度，讓防水層一層一層的建立起。我們會先涂布四周通風管道間，排水孔及水塔下方這些細節位置。最後在大面積的再用滾輪去涂布。那我們現在上第二道，這個第一道已經乾了，人可以踩踏。第二道的外牆漆我們就直接不加水了，因為第二道開始要建立厚度。這裡有個重點，可以放料，但是不能積料。積料是局部材料堆太厚，反而可能造成乾燥不均啊，後續也可能影響耐久性。所以滾輪在塗的時候不要一直用力壓，你越用力壓，材料反而會被推掉，厚度就不容易留下來。大面積的地方要跟着滾輪的節奏輕輕帶過，讓材料均匀的推開。現在準備擦第三道，它現在已經
超薄。所以第3道施工的时候要更仔細。我们會做3道的原因呢，就是為了要用疊加的方式，讓材料一層一層增加厚度。防水漆不能一次塗太厚，因為一次塗太厚反而容易出問題。所以用多道施工啊，會比較穩定。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施工前後的對比。這裡也要提醒大家，防水漆保養比較適合用在目前沒有明顯漏水、基面狀況還算穩定的屋頂。如果屋頂已經嚴重龜裂、長期積水、空鼓剝落，或樓下層已經有明顯的滲水，那就不能只是表面塗一層防水漆。這時候應該先找出漏水的原因，再判斷是局部補強呢，重做防水層，還是需要更完整的處理方式。很多人都是等到天花板開始滴水、牆面發霉、油漆剝落才開始重視防水。但其實屋頂的防水就像車子保養一樣，定期保養永遠比壞掉再來修更省事省錢。如果你家的屋頂也已經很多年沒有整理，建議可以先檢查表面是否有本化、裂縫、積水、防水層老化。沒有漏水不代表不用管，開始老化就是保養的訊號。如果你覺得這次影片對你有幫助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會持續帶來更多實用的抓漏防水案例。感謝你的收看。